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我觉得他总是不理解我，每次都会因为一些小事就跟我吵架，跟他相处真的太累了。我非常喜欢他，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可他却总觉得我都是一些自私的行为，我真的很伤心。他的想法很幼稚，做事情也很冲动，每次吵完架我都会非常的伤心，也感到非常的无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到了这一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总是做事不计后果，我承受不了那么多了，我们2个在一起就是在互相伤害，我想放手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周22岁，来自江苏学生；女嘉宾小林22岁，来自辽宁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大学的社团非常神奇，这俩也是一个社团的。你们在社团是干嘛的呀？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哦，社团就是播音社团呗。差不多，平时也有一些活动什么的。这个嗓子哦，学校广播站的哦。您呢？也是哈？对，我是后加入的。哦，后加入的。后加的校园广播站。哎呀，你的这个条件确实没他好。是。是因为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喜欢他这人吗？不是的，是我先追的他。哦，后来呢？后来在一块儿之后，就发现有许多的事情，他认为我太偏激了。哦，他不理解我。行，咱慢慢说说，达成理解，争取啊。从哪开始说起啊，小伙子？那就我先说吧，就是他之前特别温和，性格也挺好的，就对我就是方方面面都挺能照顾到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他特别敏感。之前吧，我仅仅只是想让他换一种穿衣风格，因为我觉得他吧太瘦了，然后穿那种运动装也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想让他换一种就是比较英伦风啊，可能会更好看一点。他因为这件事情就跟我吵架。这有啥吵的？换呗。其实这件事吵架的根本不是要换衣服，而是因为别的。就关于他的前任，我是一无所知，我也不太想去知道的。但有一次我们聊天嘛，就聊到她前男友了。他就把她前男友的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才发现，原来就是想把我变成她前男友的替代品。嗨，你想多了，孩子。是前男友就英伦风吗？是因为他也是那种穿衣风格，但是并不代表我还喜欢着我前男友呀。就是嘛。可他手机里还有他的联系方式，我想让他删了，然后他就不删，要跟我吵架。删没删现在？但是后来也删了，他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吵得不可开交，我真的是放下了嘛。他单纯的存在我联系人微信里而已，我没有跟人家说联系，也没有怎么样。你是觉得男生太敏感了是吧？对。你是无心之举，但是男生认为你是有心插柳，是这意思吧？对，是的。明白。还有别的吗？之前就是我不是那段时间经常会塑身嘛，然后会去健身房，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关注了健身教练之类的，他因为这件事情也跟我吵起来了。这有啥好吵的？这个其实很正常吧，就是假如打个比方吧，是我经常去看那一些倍儿好看啊，长得特别漂亮的小姐姐的视频，然后被女朋友看到了，女朋友去生气，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生气也很正常。不，这还要生气啊？为什么要生气？你吃什么醋啊？你吃什么干醋？他就觉得我觉得他就喜欢那种块大的。行，我明白，就是他吃那些教练的醋是吧？那没什么呀，吃醋也很正常。但是他特别过分啊！我不是那段时间经常去健身嘛，因为是私人教练，所以他就会给我辅导一些动作之类的。他也说也没说就来找我了。我是说都没说吗？那件事是这样。就是我们本来约好了周末要出去看电影，然后要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就是说叫他咱们去看电影。他说今天我不去了，我在健身房呢，我不想去了。然后我想你在健身房呢，我去看看你在健身房都咋锻炼的呗。我一看私教，就在那会儿给他指导一些东西，那私教一看就不像啥好人。不，你看到了什么吧？就那手啊，就放这儿啊，放那儿啊什么的，然后就上去找那个理论去了。找谁理论？就那健身教练。你还是他？你看他就这么想我。然后呢？咋理论的呢？
我当时就说：“嘿，哥们儿，你这手往哪放呢？这我女朋友，你注意着点。”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上来差点就要跟人家动手了。你说他这么瘦，人家那块儿那么大，要是真打起来，你看他是个儿吗？而且特别激动，特别冲动。我激动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喜欢你，为了你吗？但是你说，我怕你受欺负。我觉得特别不理智，就是任何但凡稍微成熟。他说了什么呀？他上来就跟人家就说你干什么呢你往哪儿摸呢？就这样。特别过分，就马上就要打起来了，然后我连忙解释，给他拽走了。你说这要是真是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我也不太懂啊，两位女老师是这个做健身对吧？就是那个教练都摸哪儿了？你能那个说一下吗？就是往腰啊、腿啊。他在做什么辅导动作呀？就是辅导我瘦臀这儿。对，是会摸到一些，所以我不找男性的健身教练，是真的是因为他要塑形的时候有很多，他为了让你找到那个动作的位置、那个感觉，女性教练会完全就告诉你怎么做，或者告诉你哪儿使劲儿，就会督你那儿。但是就说你认为这是正常，相对来说是正常的。相对来说正常，但是看每个人的记忆的标准。明白没有？我就问女生吧，女生你觉得那个男教练他的这个动作有没有让你不适、不舒服？肯定是不会啊，因为如果他对我要是做很过分的事情，我也不会。那就不算。对，是的。因为这是有标准的嘛。但是他太冲动了，他觉得我不给他留面儿。你说哪怕跟我说一声，提前说一声也好，事儿不都过了吗？还有别的吗？直接就来了。像这种冲动的事情都不是1次2次的。还很多是吧？对。他还做过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出去兼职啊，多给自己积累一些社会经验。然后呢，我有一次就是去那个整形医院兼职，然后去做销售助理。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他去那整形医院，我怕他被那个整形医院给忽悠着，也给自己动了点刀子。但是不太喜欢，特别过分。那天晚上当时加班，他就跟我说都没说就冲进来了就跟人家主管就说了一个特别过激的话，因为人家整形主管脸上多少会动刀，就可能会为了美嘛。他就调侃人家容貌。说啥？很过分，说什么人家蛇精脸呀，又怎样？然后一气之下还把我给拽走了。那天啊，咱们是不是约好了，一大帮子人就等你一块儿去吃饭？你一个电话过来啊，我今天要加班，我不去了。然后我想着去那块儿，就给你问问你晚上吃啥，就给你带点东西。结果那主管就有点像瞧不起我们大学生的样子，就有点开始挤兑我们。我一看你那脸，我也就怼了他2句。不，你这不对了，我觉得你就相对比较过分。他在工作呀。人在工作呀，当时是有那么点冲动，哪怕过来跟我说一说都行，或者给我叫。这兼职还有吗？太冲动了，没了。再也没做过，哪还敢去呢？是，人家心里也不舒服啊。对呀，这种事儿他干的很多是吧？对，就很偏激，我实在特别无奈，所以真的是。可我干那些事儿不都是为你好啊？我为你着想啊。不是，你还为他着想了什么事儿，让他觉得不舒服了？就我想着问家里要钱去开个奶茶店，正好有2、3个朋友。也都有这个想法，就开了一个，然后想把他顺便叫过来一块帮忙，也别去兼职了，兼职怪辛苦的。然后他也不同意。你还好意思说你那个奶茶店？你说你那奶茶店开成什么样了？天天赔钱，那到最后一天能卖出去几杯呀？刚开始不挺好的吗？是刚开始挺好的，那我当时我劝你，你也不听，我怎么说你也不听。你又不懂做生意。开点新的产品也行，他天天就开着空调在里头打游戏玩游戏，就浪费时间，特别。我觉得你比他明白多了。那他开这奶茶店还有拴你的意思，是这意思吧？对，反正都在一起了。是的。现在这奶茶店呢？现在这奶茶店后来有一次放寒假都要回家过年，然后就关掉了，后来也没再开了，就败了呗。投资就全完了。对，赔了些。赔的反正你们家的是吧？不心疼是吧？心疼。我看你不心疼啊。他就恨不得把我绑在他身边。可咱1个月才见上4、5次面，而且都是在一个大学里，这正常吗？那在学校，因为是不同的专业嘛，所以就是平时上课不在一块儿。但是我觉得2个人都还年轻，以后呢就是时间还长着，现在应该为了自己以后打拼。那你们关于以后怎么打算呢？他想去升本，但我不太想去升本。专升本。挺好。然后你的打算呢？我是家里头跟我说了，就是说要么就毕业之后回去在家里工作，要么就让我出国留学去。然后我想着出国留学，他不想升本嘛，就把他带着一块走了。如果他家就是因为钱方面不让他出的话，我家可以帮忙出。你看他
多荒诞呀！他这么和我说的，你知道吗？他说啊，我俩出国的钱全都他家出，如果钱不够还跟朋友借。我这不怕你因为经济问题你不出去吗？但是你为我考虑过吗？我这不叫为你考虑吗？他只是考虑特别片面。本身我父母也不是很希望我能出国，因为我父母呢也是做我这个专业这方面的。然后呢，就可能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工程造价。哦，工程造价。对。哦，你接着说啊。然后呢，父母是做这方面的，所以我可能毕业了之后呢，就在父母身边。而且我觉得我俩现在都还年轻，应该为自己以后打拼。他就想要把我捆在他身边，所以我真是太无奈了。我想一个人出国太无聊，把你叫上也挺好的呀。你看他像学习的样吗？带我出去不就是玩了吗？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你们俩今天谁要来的？是他想来，他想分手。你想分吗？我其实还想挽留他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能遇到这么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哎，你给我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很强势。强势，在外人面前就表现的就是特别要强，女强人一样。然后有时候内心也挺脆弱的。就有一次吧，她要出去，然后本来说中午要回来的，然后结果因为点事耽误了，她晚上才回来。晚上我就去找她，质问了她几句，结果她当时就直接哭出来了，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原来也是有柔弱的一方面的。那你喜欢她什么呢？很多，她性格大大咧咧的，和她相处在一块特别让人舒服，而且她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哦，我也不知道你喜欢是哪种类型，就是笑起来特别的甜。哦，你喜欢她什么呀？她很细心，就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很照顾到我的情绪。男生喜欢的是女生的大气，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细心，男生喜欢的是女生那个甜甜的笑，女生喜欢的是男生的照顾，这个倒是还挺对位的。现在女生可能觉得男生有种种的这样的事儿，让她心有点拿不定，再加上可能又面临着毕业，对吧？对，男生希望出国，女生还有其他的打算，所以来咱们这儿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小林，哎，我问一下哈，你们两个一个大学的，为什么一个月才只能见4、5次面？听起来像异地恋一样。这个因为是我在学校广播站，然后有时候有新生嘛，而且要教导一些新生，而且有时候学校要办晚会，我们广播站有一些活动，然后要去彩排啊。他不也是你们广播站的吗？他是别的部门的，我是比较主要那些部门，而且他。所以没有时间是吗？对，周一到周五我没时间，周六日他出去兼职，然后就见不了。哇，现在大学生都这么忙啊！如果一点时间都没有，每个月只见4、5次面，是不是缺少一些的想念？也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因为确实，其实大2、大3课特别多，而且就让我参加也有社团呀，什么学校的组织，所以事儿也比较多，也比较忙。小林，你说你是广播协会的对吧？我听起来你像外貌协会的，就你是不是特别在乎自己还有身边人的形象？因为我看几件事情，你要求他穿的英伦风，然后你喜欢健硕的肌肉型的男生，要去健身房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我觉得女生对自己有点要求没有什么错，而且更爱自己，更尊重自己，并不是说我在乎别人的眼光，我觉得那样就。所以他如果介意你跟那些教练的一些互动，你为什么不回避？我没有想到他能冲进来，因为我是觉得我健身他的行为是后话，就是他的思想肯定是介意的。我在问你为什么不回避？我是觉得我健身是为了我自己，因为自己想要塑形，但是他特别不理解，然后我也不理解健身教练就是我也不理解，在我看来，你不够顾及他的感受，因为很明显他很介意此事，但你还会继续点火。我是觉得他真的挺……你不用解释给我听，他也有他的问题，比如说你是这种负向思考的人格，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先往不好的地方想，对吧？对。比如前男友这个事儿，其实在我看来也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但你会往不好的地方想。健身教练也是一样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有些自卑，其实。然后包括他去整形医院，
怎么了？在整形医院工作的人就得整形，你首先就会先朝不好的地方去想，所以你要首先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应该向阳而生。好的。至于你们两个的这段感情，我觉得真的就是顺其自然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该出国的出国，该升本的升本。如果有缘分，大家毕业依然会回到同一个空间，继续续写你们的故事，好吗？好的，祝你们幸福，谢谢。小伙子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冲动啊，我是能理解的。我们像你那么大那会儿也是，觉得女朋友就是自己的，但凡有一点那个你觉得受不了的事情，就马上就要挺身而出。可能那会儿就是应该这个状态。但是这点你要注意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后果你能把控吗？对不对？设想出几次的场景，如果没有女朋友在身边的话，可能会出现你不可控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一定是为了自己，我都是为你着想。健身教练那是他对你图谋不轨，你会受伤害。在整形医院对你也不好，真是为他着想吗？其实不是。自己不舒服，我自己过不了我这关，我觉得我吃亏了，对不对？我们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对方，你看我做这些行为都是为你。不是，我也跟左岩老师一个想法，在一个学校里面才4、5次一个月的见面，我们就算单是10次吧，周一到周五是你忙，周末是他忙，真是那么忙吗？不能一块吃个饭吗？中午也行啊，晚上也可以呀，想见一定就会见到，一天见上2、3回不是问题。哪怕就是你在上别的课的时候，我恰巧没有课，或者课间的时候我到你的教室去看你一下，说2句话都是可以的。如果愿意去做，一定会做到。所以反而呢，我觉得你们俩这段恋情谈得太冷静了。现在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没有爱上对方，虽然你们2个人都很优秀，就这样。其实男生和女生虽然说即使生理年龄相当，但是在心理年龄上一定是女生会成熟于男生的。从你们2个人很明显的能体会到，男生还处于一种那种小男生懵懂的状态，但是女孩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非常的清晰，而且她一看就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女生。所以一方面能看得出你对于这个女生无法完全掌控的那种不自信，所以才会做出那种种种的偏激行为。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其实你没有特别完全的体会到女生对你的依恋，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哎，好像有我没我都行，这就是她独立的那一面，也就是说你喜欢她那个大气的那一面，对不对？所以说你当初选择了她，就是你喜欢这样的女生，那你就要承担喜欢这样女生的一个后果啊。她就是没办法做到那种小鸟依人，天天依赖着你。然后你说啊，你跟我出国，那个你出国的钱我掏，你以为她会感动啊？她会觉得你那是瞧不起我。所以你们2个人谈恋爱完全没在同一轨道上。我送你一句一书的话，他说，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能够抢走的爱人就不算爱人。所以我觉得你尽快成长，追上他的脚步。那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投入到一段恋爱当中的时候，就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心多放在男生身上一点。当然我明白在某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面，可能这个时期对你来说需要不断的提升和进步，但是既然遇到一个对你不错的男孩，就同样要以不错的方式来对待他。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你并不喜欢他幼稚的骄傲，你去挑剔他的穿着也好，你去找男的健身教练也罢，你拒绝他的奶茶店和出国的资金需求也好，其实内心都是有一丝反抗的。是。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以为我瞧得起你啊？你以为你家有点钱，我惦记这点钱吗？不是这样的。我要去实践，我要告诉你，其实你并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并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儿。你不过是认为他是一个在学校当中一个声音好听、幼稚
单纯拿着家里几个钱来挥霍追女孩的公子哥而已，是不是这样？算是吧，多少有一些吧。所以如果你真的内心是我所说的这种想法的话，那索性就早点散了，直接告诉他，谢谢他陪伴了这么一段时间，谈了一段似像非像的爱情，但其实你并没有心动，你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唯独就是家庭环境可能好了一些，所以有些事情你想当然，你以为你有着一副好嗓子，你以为你有着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就可以去干涉别人的工作，可以在公开场合指责他与别的男人，你错了。一旦进入社会，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将成为你的优势，更不能成为你吸引一个女人的优势，明白吗？好，谢谢涂老师。每个人想法其实真的不一样。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我只谈我的认知啊，我认为在这个阶段谈恋爱就应该谈成那样，有点小荒唐，有点小激情，有点小浪漫，有点那个小冲动，说走牵起手来就能走。如果在人生刚刚起步的这个情感阶段，连这种冲动都没有，那在我的心里只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还没有爱上，没有那么多理由。其实说白了就是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有些人没爱上，你就说我真的不爱你，我对你只是喜欢。今天不一定就要做结论，但是今天一定要坦诚，好吗？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做错的地方，也有你做了很多你不喜欢的事，可能因为我性格就这样，我比较小孩子气。希望你能原谅我做的以前那些，即使咱俩以后就过了今天就不再好了，好吗？我现在真的挺乱的，让我想一想。当时参加广播站的时候，你一上台一笑就喜欢上你了，一见钟情，你懂吗？可现在，也许只是我单纯的一见钟情吧。哎，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千面系列大力支持。来吧，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吧，请开门。来吧。我以为他会出来的，但他没有。估计他不会出来了，因为他确实不喜欢这个类型啊。好了，加油吧，小子，谢谢你，加油，请回。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到现在1年半了，他从来没对我承诺过什么。我都26岁了，周围闺蜜该结婚都结婚了，该订婚都订婚了，我真的是耗不起了。可是我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原因啊，结婚、订婚、买房、小孩这些计划，我一想到就很头疼。一直以来都是我喜欢他比他喜欢我多，这样真的是太没有安全感了。朋友、客户都是需要陪的啊，跟他说他也不理解，我也没办法。我现在需要一个对未来的保障，但是他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鹏22岁，来自江西个体；女嘉宾小曾26岁，来自广东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主持人你好。好好好。你22岁啊？对。你26岁啊？对。两位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在网上交友软件认识的。
聊了半个月左右，觉得聊得挺来的，然后就见面了。然后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感觉挺帅的。然后刚开始的我有点喜欢他，然后觉得我年龄比较大，他是不会喜欢我的。但慢慢的他对我表白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现在什么矛盾啊？就是我今年26岁了，家人也很着急，都在催婚，而他像小孩子一样一直想着玩。你想跟他结婚？你想娶她吗？不是不想，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刚开始创业跟朋友，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结婚的年龄，我觉得应该再晚几年吧，等稳定一些再说吧。你觉得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呢？对。你这资料上面说你无业啊，是刚辞职正在找工作还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刚辞工2个月，就想去他那工作室工作，可他一直在那里催。你想去他那儿工作，所以你把工作辞了。你想看着他去啊？不是的，因为他一直对我搭不搭理的，所以我想要融入他的生活，而且他另外有2个合伙人，感觉很爱美的，我很不放心。没有，其实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了，因为工作室是我跟朋友一起创办的，是服装原创工作室我们在里面都有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有设计，有画质量，有销售，他过来真的帮不到我。你都没让我去，怎么知道我帮不上你呢？你这样一直找借口，让我很不安心。不是人家就不想让你去那儿吗？这也不是不想，想，即使是我同意他去我那，倒是他们也说工作室就太乱了，就不像工作的地方。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我觉得没问题，但因为实在是不方便。所以说你这人就是肉肉乎乎的，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说同意你带人去啊，然后又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觉得不方便。你心里是真同意还是假同意啊？他身边有很多，别往人家身边推。刚才你反反复复强调跟他谈恋爱是没有安全感的，对不对？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从哪些方面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呢？就是他身边很多女性朋友，而且我跟他走在街上，他都盯着那些美女看，根本就当我不存在一样。因为我是做女装的，我跟他逛街的时候路过，我看到有女生她穿着比较好看，我就是比较欣赏的那种，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一直盯着别人看。我问你吧，你当初为什么喜欢他？当初我觉得他跟其他女生不同。不同在哪儿？因为他会对我含蓄问暖，其他女生就没那么照顾。你喜欢是他照顾你是吧？对，就其他的女生可能需要你照顾你哄，是这意思吗？是的。你觉得他照顾得很好是吧？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开心的，但是现在都变了。他每天都是约酒局的。每天都约酒局？对。带你去吗？没有，都没有带我去。不是什么事情都方便带你去，我有应酬，比如说我跟客户在聊事情，我带你去干嘛？到时候也不方便聊啊。更过分的是，他都失踪3天了。他总是这样。干嘛去了？失踪3天？那是这样的，就是签成了一笔订单，然后就我跟几个朋友就说约好一起喝酒。我也不是失踪3天，我有跟他发过信息，我说我在外面有事情。他就回我个然后晚上喝，白天睡，连续3天都这样子。我只知道他在喝酒，但不知道他在哪里。那就让他喝去好了。他不是说他谈工作吗？他出门之前告诉您了吗？我有跟他说，只是他就很敏感，不管我出去是跟谁出去，他都很敏感。行，这事儿咱放过去。我再问你啊，你现在在哪儿生活呀？在深圳。你在哪儿啊？我也在深圳。都在深圳。你们俩准备在深圳生活，是这意思吗？我的想法就是我们2个筹点钱在深圳买房，就是说起码有个保障。这想法你同意吗？我不同意。他是想现在叫我结婚买房。我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个年纪，我觉得应该再晚一些。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房不房的不重要，对吧？对。但是对你来说，房子很重要，是吧？对，我想就是说跟他尽快买房结婚，因为他江西了，到时候我都已经26岁，我也耗不起了。到时候他回江西了，那我岂不是这几年时间都白花了？就是买房结婚。对。所以今天你是来逼婚的，是这意思吗？也差不多。
行，他见过你们家人吗？没有，我跟他认识1年半了，想叫他去见，可他老是找借口不见。不是不见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觉得等好一些再见。可这样我都26岁，我家人也着急呀，我耗不起了。我真的一想到要买房、要生小孩，真的我就头很疼。哎呀，这一对儿啊，你跟他在一起平常开心吗？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这段时间我真的就很烦，总是一点小事情就一直烦着我，可以从下午讲到凌晨，听了就真的就快爆炸的那种。就烦他了呗，是这意思吗？他烦我，你也烦他，你烦不烦他？我没有烦他。你没烦他？对。他烦你，他要嫁给你，你不烦他，你却不想娶她，是什么意思呀？不是不想娶啊，我想晚几年吧。好，问女生啊，晚几年娶你行吗？是行，但是我也要看有希望啊！我在他身上现在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希望，走啊！因为感觉他之前对我挺好的。我没听到他对你好啊，你自己说他又你在的时候。他之前就会经常哄我啊，我最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弄我开心啊，所以我也放不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闹的？就不太好了。半年吧。半年前是吧？对。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他每天都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一起聚会啊、喝酒等等，都就半年前他的聚会开始增多，是这意思吗？什么叫乱七八糟的朋友？那些都是我在一起玩的非常好的朋友啊、客户，只要我出去，他都是这样讲的。可是那些都是不务正业的呀，而且你收入那么不稳定，每个月都为生活发愁，赚了1、2万，没几天就花完了。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的，有赚有赔啊。什么叫有赚有赔？而且你到月底的时候都要为信用卡还债而愁，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蹭饭吃。你们俩在一起，谁花谁的钱啊？他没钱，我花我自己的钱。他没钱的时候老是到我家里来蹭饭吃，不够钱用了还要找我要。他找你要了多少钱啊？前前后后？我也没有去计较这么多。好，行。你还喜欢他吗？喜欢。但我觉得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可我耗不起。我真的你，如果你想结婚的话，晚2年，你等多2年行不行？2年可以，但是我要看到希望啊。他怎么做你就看到希望了，姑娘，你说。就是说跟以前一样，推掉那些不必要的聚会。你现在又嫌我挣得少，又嫌我出去应酬多，那现在没办法，必须要出去啊。就我想让你多点时间陪我呀。你都不能，除了陪你之外，还有什么条件？他花钱很大手脚，我就想，就是我帮他成为我们以后打算。不可能，因为我在外面有很多应酬，倒是用钱也不方便。我听明白了，就女生说这样，男生说不可能；女生说那样，男生说不可能；女生说这样，男生说也不可能。最后女生说：“你帮我劝劝他，让他娶了我吧。”男生说。不可能，然后男生说缓2年行不行？女生说那我要看你的成效。你要看什么呀？你还没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你们看看怎么点醒这姑娘吧。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小鹏你好，小鹏。你好，老师。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就如果当时你认识的不是她，是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他也肯像他这样的照顾你、关心你、体贴你，你会不会和那个女生在一起？这个不好说。我替你说，你会，因为你刚才回答我们的就是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温柔体贴、会照顾人嘛。所以你喜欢的并不是他，你喜欢的是他对你的照顾。我说的对吧？对。然后他呢，看起来和你认识的那些女生是不一样的。对。因为不一样，因为新鲜感。可是这种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你现在这个22岁的状态，碰上了你对面这个26岁的女生，她一直在跟我强调，我今年已经26了，我已经26了，我要嫁人，我要结婚，我等不了了。姑娘，我跟你讲，她一点都不想结婚，她不肯买房。不肯见你的家长，
不肯往银行卡里存钱，我明确的告诉你，不是2年的事情，是他根本就不想娶你。你就再等他2年，等你到28岁了，他也不会娶你，他会让你再等2年。如果他没有遇到那个他喜欢的女孩。明白。明白了。所以不能等了，及时止损，就到这里了。而且刚才我跟他的对话你听到了，他只是喜欢你对他的照顾，你从一个曾经对他很照顾的女人，变成了一个让他头疼的女人。用不了2年的时间，如果你再继续逼婚，明天你们俩就散了。明白了。生命当中有些人是会陪我们终老的，但是有些人只能陪伴我们走过一程。祝你们幸福，谢谢。这还祝幸福呢？祝各自幸福吧。我觉得要想各自幸福的话，一定是要找到对的人。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你觉得是对了，但是时间是可以验证最终的结果的。1年半的时间，可能在1年当中，头1年是对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这个诉求说出来。你说我要结婚，我要买房，我要生小孩，1年之前你没有提出来，对吗？没有。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对错，其实他需要你的照顾，你也需要他的安慰，都是互相需要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在1年之后，近半年的时间出现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女孩过于的激进了，导致你过界了。你明知道她的收入并不稳定，反而你辞去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呢来到她身边。你是想用这种方式直接介入到她的生活以及工作当中去，可你恰恰忘了，她的那个工作氛围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即使她一个人说了算，她也不一定希望你来到她身边成为合作伙伴。你先过界了，而且你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是他现在不可能接受的，你并没有看清楚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他为什么不带你去见他的父母，为什么能够消失几天不怎么联系，因为他还是属于一个自己需要一定的生活圈子，他还想过不结婚没有限制的那种生活，而一旦你介入他的生活，他就不舒服，到最后他是抗拒，对不对？26岁并不大，什么时候做出决定，其实26岁并不晚，关键是说你要看清楚，不要纠结。如果是他不适合你现在的诉求的话，说再见。男孩呢，做事果断一些，不要把自己应该承担或面对的事情推给他人。就比如说合伙人的事情，不要去把责任往别人方面去推，自己去面对问题，解决它。你有的时候是怕伤害，有的时候是想逃避问题，但是都不可取。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可能不是伤害，而是放过，好吗？就这样。二位好啊，哎，你们这恋爱谈的真够累的哈。我觉得我看来，其实女生想嫁的人也不是他，就他口口声声说，哎呀，我26岁了，我等不起了，我要结婚。那现在随便来一个说能娶你的人，你不就嫁了吗？可他不一样。他有哪儿不一样啊？所以你现在对他的逼婚，无非就是想让他多在意你一些。你觉得他周围的环境不稳定，有你认为可能会出现危险的异性在身边，但是你想要让他在意你的这个方式，用错了。不要逼太紧，你逼得太紧，你最后连他都没了，你跟谁结婚呀？而且我还想告诉你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如果把它放在特别在意的位置，特别重要的位置，你不如用这样的时间去提升你自己。当你自己变得更优秀了之后，他会返回来黏着你的，也不会在意他身边那些可能存在危险性的女生。就是那句话嘛，当你的心变小了，他在你心里的位置站得大了，你的眼界就小了。当你的心大了，他在你的心里站的位置小了，你的眼界也变大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从他身上的关注度挪开一些，不要成天想着结婚买房。26岁怎么了？
对不对？祝你们各自幸福。存到了1平米的房子的钱没有？一半。什么？一半。存到了0.5平米的房子的钱是吧？那你买啥房子？我想就是说跟亲戚借，然后再和他筹一点嘛。你还想找亲戚借？那得把这话再说的直接一点了。男生说很喜欢你体贴他，对不对？是不是男生？对。说直白的是你喜欢他倒贴你，不是体贴。而女生想嫁给男生，是因为贴不起了，26了。你除了在外面从事其他的工作或活动的时候，你大概是不会想起他的。但你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想起他，借钱的时候才会想起他。坦率的来说，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创业者的样子。我没有问他借过钱。他不说你向他借钱吗？你不是刚才说他向你借钱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钱不多的时候，在他家蹭2顿饭，但没有问他借过钱。你觉得这个男人你靠得住吗？你靠不住，你干嘛还要嫁给他呢？你与其可怜兮兮的在这儿求着一个心里并不怎么在乎自己的男人一定要娶自己，你为什么不先把自己给娶了呢？连半平米房子才没存到，你还想把亲戚拖下水？他那个创业项目还指不准成不成呢？其实你并不了解他。好吧，男生请你说实话，就这个。哎呀，这个恋爱谈的连坦率都没了，就要命。其实说白了，女生的诉求特别简单，能不能娶我？男生你今天给个痛快话，娶还是不娶？不想娶就说不娶嘛，没人指责你啊。但是你不能这么害人呐，至少不是现在。那就是不娶嘛，人家条件是现在嘛，人家你现在娶我还是不娶我？现在真的啊？我现在真的没有。2年以后你娶我还是不娶我？2年以后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再说，再看吧。再看啊？行，我再给你2年，4年以后你娶不娶我？这跟未来多少年没有关系。那我问你，你娶不娶我？你直接说我从来没考虑娶过你，不就完了吗？什么现在我没考虑，2年以后，2年以后你不是说又再说了吗？我再给你时间，我说4年，你说那是变化的，恨你就恨你在这儿嘛，没说你别的，就最痛恨的就在就是，人家已经开出了非常鲜明的条件了，其实也算给你人生一个台阶了，你还不赶紧借着台阶就下了，你还在那儿扛，结果弄得一姑娘，人都是这样，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但是你何必到见棺材那一天呢？他态度你听明白了吗？我再帮你问一次啊，你现在娶不娶她？不娶。2年以后你娶不娶？刚才不是还说我2年以后娶吗？这就是态度，看明白了吧？行了，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是不想娶，是我现在真的没有结婚的打算。我希望你能明白。可我耗不起了，我不想再等下去了。那之后我会祝福你。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哎，请亮灯吧。谢谢2位，好歹男生说出了真心话也行，请回，请回，请回。好。来，请关门啊！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好，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这边叫说了实话了，这边叫听见了实话。
我还真担心这女孩听了实话还出来，别的女孩傻愣愣的就跟其他有些女孩，那算了吧，我还再等她2年，那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没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因此我觉得，当我们了解真相之后，还必须学会接受这个真相，这才